Hello Hello， 耳机里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很多人都关心，也常常困惑的社交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为了融入一个圈子，刻意讨好别人，学着说违心的话，做违心的事。为了维持一段关系，小心翼翼地揣测对方的心思，生怕自己说错话、做错事，最后搞得身心俱疲，甚至会去刷各种社交技巧、人情世故的教程，学着怎么说话、怎么做事，才能让别人喜欢自己。可到最后却发现，越是刻意迎合，越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关系。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阶段，刚入职场的时候，总觉得社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觉得想要搞好人际关系，就必须会说话、会来事，必须掌握各种技巧。于是我就刻意模仿那些看起来很会社交的人，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不管自己认同不认同，都刻意点头附和；别人有需求的时候，不管自己能不能做到，都一口答应。哪怕心里不开心，也强装笑脸，生怕得罪人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过得很累，每天都在小心翼翼地维系各种关系。可结果呢？我刻意讨好的人，并没有真正把我当成朋友。我勉强答应的事情，最后要么办不好，惹得别人不高兴，要么自己委屈自己，内耗严重。我以为自己掌握了社交技巧，可实际上却没有拥有一段真正舒服、长久的人际关系。直到后来，我慢慢发现，那些真正受欢迎、能拥有长久人际关系的人，从来都不是靠所谓的技巧，而是靠真诚。我身边有一个朋友，他性格很直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也不会刻意讨好别人。可不管是同事、朋友，都很喜欢他，愿意和他相处。我曾经问过他有没有什么社交技巧，他笑着说：“哪有什么技巧啊，我就是真诚一点而已。别人对我好，我就真心回报；别人有困难，我能帮就帮，帮不了就直说。心里有想法就坦诚表达，不藏着掖着。做错了事情就坦然道歉，不找借口。”就是这样简单的真诚，让他收获了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拥有了舒服长久的人际关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反思自己的社交方式，慢慢放下那些刻意的技巧，试着用真诚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刻意讨好，不再小心翼翼，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真诚地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人际关系反而变得简单了很多。不用再揣测别人的心思，不用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，身边的人也更愿意真心待我。那些真正舒服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来了。今天青青阳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，为什么真诚才是最好的社交技巧，以及背后的人际认知底层逻辑是什么。全程没有高深的道理，全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还有一些简单易懂的思考，希望能帮到每一个在社交中困惑内耗的你，让大家明白，社交从来不需要复杂的技巧，真诚就足够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搞清楚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社交需要技巧？其实核心原因是我们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出现了偏差。我们总以为人际关系是靠技巧维系的，是需要刻意讨好的，总觉得只有学会了各种说话做事的技巧，才能让别人喜欢自己，才能拥有好的人际关系。但其实人际认知的底层逻辑从来都不是技巧，而是价值互换和真心相待。什么是价值互换？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功利的，而是说一段长久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双向的，一定是彼此能给对方带来价值的。这里的价值不一定是物质上的，也可以是情绪上的、精神上的。比如你能给对方带来快乐，对方能给你带来陪伴。你能给对方提供帮助，对方能给你提供支持。你能真诚地倾听对方，对方也能真诚地理解你。而真诚就是实现这种价值互换的基础。因为只有真诚，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心，才能让对方愿意对你敞开心扉，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。
只有真诚，才能让这段关系变得纯粹，才能避免互相猜忌、互相算计，才能走得长久。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社交累，就是因为他们把社交当成了表演，把技巧当成了武器，刻意伪装自己，讨好别人，试图用技巧去掌控人际关系。可这样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真诚的，也从来都走不长久。因为对方总有一天会发现，你的好是刻意的，你的热情是伪装的。当真相暴露的时候，这段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好好聊聊，为什么真诚才是最好的社交技巧。背后有3个底层逻辑，读懂了，你就再也不会在社交中内耗了。第一个底层逻辑，真诚是最低成本、最高效的社交方式。很多人觉得学各种社交技巧能快速拉近和别人的距离，能快速建立人际关系。但实际上，那些复杂的技巧不仅需要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、去模仿，还很容易出错。比如，你刻意说的违心话可能会被对方识破，你勉强答应的事情可能会办不好，反而得罪人。你小心翼翼揣测的心思可能会猜错，反而造成误会。而真诚不需要你花费任何成本，不需要你刻意学习，也不需要你小心翼翼的伪装，你只需要做自己，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真诚地对待别人就好。比如，别人问你对一件事的看法，你不用刻意迎合，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哪怕和对方的观点不一样，对方也会尊重你。别人请你帮忙，你能帮就帮，帮不了就坦诚地说不好意思，我做不到，对方也不会怪你，反而会觉得你很实在。你做错了事情，坦诚地道歉，不找借口，对方也会更容易原谅你。我以前刻意讨好别人的时候，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想，怎么说话才能让对方开心，怎么做事才能让对方满意，搞得自己身心俱疲。可最后也没有收获真心的朋友。后来我试着真诚待人，不用再刻意揣测，不用再勉强自己，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，也收获了很多真心待我的人。这就是真诚的力量，它不需要复杂的技巧，却能快速建立起彼此的信任，成为最高效的社交方式。第二个底层逻辑，真诚能筛选出真正同频的人，减少无效社交。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可能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，也不可能维系所有的人际关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会在社交中内耗，就是因为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系那些不值得的关系，去讨好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人。而真诚就像一个过滤器，能帮我们筛选出真正同频的人，过滤掉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人，减少无效社交。当你真诚地表达自己，真诚地对待别人的时候，那些不喜欢真诚，只喜欢虚伪和讨好的人，自然会远离你；而那些同样真诚、懂得珍惜的人，自然会向你靠近。比如，你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喜好和底线，那些尊重你、理解你的人会继续和你相处，而那些不尊重你、试图突破你底线的人会自动离开。你不用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维系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关系，也不用再勉强自己去讨好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人，只需要和那些同频真诚的人好好相处就好。我身边有一个闺蜜，我们认识很多年，从来都不用刻意讨好对方，也不用小心翼翼地揣测对方的心思。我开心的时候会真诚地和她分享，我难过的时候会坦诚地向她倾诉，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会坦然地向她道歉，她有困难的时候我会真心地帮助她，她有想法的时候我会认真地倾听她。我们之间没有复杂的技巧，只有真诚的相待。可这段关系却比很多刻意维系的关系要长久意义，它能帮我们找到真正同频的人，拥有舒服长久的人际关系。第三个底层逻辑，真诚能建立长久的信任，而信任是人际关系的核心。不管是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，还是家人之间，一段长久的人际关系核心都是信任。
没有信任，再好的技巧，再热情的态度，也无法维系一段长久的关系。而有了信任，哪怕偶尔有矛盾、有误会，也能轻易化解。而真诚是建立信任的基础。只有当你真诚地对待别人，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不藏着掖着，不虚伪，不欺骗，对方才能感受到你的真心，才能慢慢信任你。只有当你真诚地对待别人，才能换来别人的真诚相待，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。比如同事之间，如果你真诚地对待工作，真诚地帮助同事，不推诿，不敷衍，同事就会信任你，愿意和你合作。朋友之间，如果你真诚地对待朋友，不欺骗，不背叛，朋友就会信任你，愿意向你敞开心扉。家人之间，如果你真诚地沟通，真诚地付出，家人就会信任你，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。相反，如果你总是用虚伪的态度、复杂的技巧去对待别人，哪怕你说的再好听，做得再好看，对方也不会真正信任你。因为对方能感受到你的好是刻意的，你的热情是伪装的。当对方不再信任你的时候，这段关系也就很难继续下去了。聊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清新阳，我也想真诚待人，可我害怕自己的真诚被别人利用，害怕自己的真心被别人辜负，怎么办？其实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顾虑，也害怕自己的真诚得不到回应，甚至被别人利用。但后来我慢慢明白，真诚不是毫无底线的付出，也不是毫无防备的坦诚，而是带着分寸的真诚。真诚不代表我们要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别人，不代表我们要无底线的帮助别人，不代表我们要容忍别人的伤害。真诚是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是真心地对待别人，但同时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，懂得保护自己。比如别人请你帮忙，你能帮就帮，帮不了就坦诚地拒绝，不用勉强自己，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你可以真诚，但也要看对方是不是值得你信任。你可以真诚地对待别人，但如果对方不珍惜你的真诚，甚至利用你的真诚，你就要学会及时止损，远离这样的人。真诚不是傻，而是一种选择，一种清醒的选择。我们选择真诚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，也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轻松、更坦荡，是为了拥有一段真正舒服、长久的人际关系。哪怕我们的真诚偶尔会被辜负，哪怕我们的真心偶尔会被伤害，也没关系，因为那些不珍惜我们真诚的人，本来就不值得我们去付出。而那些真正懂得珍惜我们真诚的人，一定会一直留在我们身边。接下来，我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社交中如何做到带着分寸的真诚，既不委屈自己，也能真诚待人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第一个，坦诚表达，不违心，不敷衍。不管是和别人沟通，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，都要坦诚一点，不用刻意迎合，不用违心讨好，也不用敷衍应付。比如，别人问你对一件事的看法，你可以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哪怕和对方的观点不一样，也要尊重对方的想法，同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别人和你分享心事，你可以认真的倾听，真诚的给出自己的建议，不用敷衍的说还好没关系，也不用刻意说一些违心的安慰话。第二个，真心付出，不功利，不索取。和别人相处，真诚的付出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，也不是为了索取什么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对别人好。比如朋友难过的时候，真诚的陪伴在他身边，听他倾诉。同事有困难的时候，真心的帮助他，不推诿，不敷衍。家人需要的时候，真诚的付出，不抱怨，不计较。但同时也要记住，付出是双向的。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付出，对方却毫无回应，甚至理所当然，你就要学会及时止损。第三个，守住底线，不妥协，不委屈，毫无底线的妥协和委屈自己。我们可以真诚地对待别人，但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，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。
比如，别人让你做一件超出你能力范围或者违背你原则的事情，你可以坦诚地拒绝，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也不用勉强自己。如果对方不尊重你，甚至伤害你，你可以勇敢地站出来，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不用一味地妥协。第4个，坦然认错，不找借口，不逃避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犯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犯错之后不敢承认，找各种借口逃避。真诚待人，就要坦然地面对自己的错误，犯错之后主动道歉，不找借口，不逃避，真诚地改正自己的错误。比如，你不小心伤害了别人，就要坦诚地向对方道歉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歉意，努力弥补自己的过错。你做错了事情，就要坦然地承认，认真地反思，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其实，社交从来都没有那么复杂，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技巧。那些所谓的社交技巧，只能帮你暂时拉近和别人的距离，却不能帮你拥有长久的人际关系。而真诚虽然简单，却能帮你建立起彼此的信任，筛选出真正同频的人，拥有一段舒服、长久的人际关系。我以前总觉得社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总想着靠技巧去维系人际关系，可最后却搞得自己身心俱疲，也没有收获真心的朋友。后来我试着放下那些刻意的技巧，用真诚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我发现人际关系反而变得简单了很多，也舒服了很多。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为社交而内耗，都在拼命学习各种社交技巧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最好的社交技巧从来都不是复杂的话术，不是刻意的讨好，而是真诚。真诚能让你活得更轻松、更坦荡，真诚能帮你找到真正同频的人，真诚能让你拥有一段又一段舒服、长久的人际关系。我们要明白，人际认知的底层逻辑从来都不是技巧，而是真心相待。一段长久的人际关系从来都不是靠技巧维系的，而是靠真诚、靠信任、靠双向的付出。你真诚地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真诚地对待你；你真心的付出，也会得到真心的回报。以后不要再为了社交而内耗，不要再去刻意学习那些复杂的技巧，试着做一个真诚的人，坦诚地表达自己，真心地对待别人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懂得保护自己。相信我，当你做到真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社交其实很简单，那些真正舒服长久的人际关系也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你身边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真诚待人，可还是没有得到别人的真心，怎么办？其实没关系，我们选择真诚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踏实、更坦荡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有些人不懂得珍惜你的真诚，那是他们的损失，而你只需要继续保持真诚，继续做好自己，总会遇到那些懂得珍惜你、真心待你的人。就像我以前也遇到过不珍惜我真诚的人，也被别人辜负过，可我没有因此变得虚伪、变得冷漠，而是继续保持真诚，继续真心地对待身边的人。后来我遇到了很多同频的朋友，他们真诚、善良，懂得珍惜，我们之间没有复杂的技巧，只有真心的相待，这段关系也成为了我生活中最珍贵的财富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每一个在社交中困惑内耗的朋友，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为什么真诚是最好的社交技巧，读懂人际认知的底层逻辑，放下刻意的技巧，做一个真诚的人。愿我们都能带着真诚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愿我们都能收获真心的陪伴，拥有舒服长久的人际关系。愿我们都能在社交中活得轻松、坦荡、自在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青青杨。不管你此刻正经历着怎样的社交困惑，都希望你能保持真诚，相信真诚的力量。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